以及杀手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，竟把一桩杀人的活低价外包给了眼前这两个瘾君子。且不说目标人物已经血肉模糊到难以辨认，甚至过了快1周时间，这两个瘾君子也没打算把尸体拿去处理。暴怒的老雷立即就给老板拨去了电话。You using these idiots to do hits now? No, mate. I just thought I would give them a go and see how they went. 老雷告诉老板，他们的作案方式极其业余，不仅杀人痕迹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敢开自己的车来运送尸体。而且这两人长期嗑药，如果被警察抓到，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全盘供出。听到这话后，老板也开始紧张了。他出价6万5，让老雷辛苦帮忙善个后，顺便把这两个瘾君子也一起处理掉。I don't want to wait 6 months for my money either. Yeah, I know. You'll have the money next week. 在得到老板肯定的回复后，老雷毫不迟疑，立刻从路边偷来了一辆废弃已久的轿车，随后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傻瓜搬运尸体。You fucking idiot! Shut up, man. You want to take the head? 看到这场面的老雷确实有点无语，但毕竟还有工作要完成，他只好带着这两兄弟一同前往郊外，找个能处理尸体的地方。由于长途行驶过于乏味，老雷便和副驾驶座上的帽子男聊起了天，得知对方不仅结过婚，甚至还有个6岁的女儿。The ex won't let me, man. Yeah. That's cool, man. I know I'm a fuck up. Just need to get off the drugs, mate. Tell me about it, bro. 在一番对话过后，老雷发现这名帽子男其实并没有那么坏，只是毒品慢慢侵蚀了他的意志力。然而跟他相比，后座上那个矮个子才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只因自己毒瘾发作无法忍受，他便准备在车里吸一支。Put it in. Fuck off. Shit! Motherfucker! Alright, good one, buddy. Yeah,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? 看到这情况，老雷也毫不迟疑。Okay. What the fuck?后座上的人渣直接被甩了出去，当场毙命，而副驾驶上的帽子男也因撞击力受到波及，奄奄一息。他抓住老雷的手想要求救，可虚弱的身体已经完全无法让他继续撑下去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老雷心中没有任何波动，只见他淡定地下了车，随后用打火机点燃了地上泄漏的汽油，熊熊大火很快便将轿车吞没，而老雷也顺利完成了这次任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，我们继续中间人先生第3期。然而就在他刚拿到这笔丰厚的报酬时，老板却忽然告诉他，有位贵客指定要雇佣老雷，对方愿意支付极高的酬劳，要求老雷先去停车场跟他当面谈，毕竟没人会跟钱过不去。当晚老雷便前往目的地，找到了客户，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眼前的雇主竟是当地最大集团死鸟的副总裁。或许是出于某些私人恩怨，副总裁开出天价，希望老雷能干掉自己唯一的上司，也就是死鸟集团的现任总裁维尼。 It's gonna cost you How much? $250. Done. 100 up front. Sure. 眼看老雷如此干脆，副总直接让手下递给了老雷10万的定金，并且承诺如果自己反悔，定金概不退还。毕竟目标人物是位知名的上流人士，老雷本想专心先完成这笔大生意，却没想到第2天，坐着收钱的老板居然再一次找到了自己，并且还带来了一位新客户。对方表示自己的女儿曾在10年前失踪，时至今日，警方也没找到确凿证据，只是锁定了一名可能涉案的有前科者，曾在年轻时因猥亵儿童而坐过牢。可无奈警方没有实质证据来审讯对方，客户希望老雷能用非常规手段来为这起正义案件画上句号。老雷毕竟也是个当父亲的人，听完这话后，他不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，并且还将此任务排在了刺杀总裁的前面。而此时，那名涉嫌犯罪的人正在自己家中享受生活。他拿出一副纯银手铐递给面前的白人，随后再从怀中掏出一把枪，逼迫对方将自己的双手铐起来。接着他又走到旁边的水池前，将原本关闭的水龙头开到最大。伴随着白人懵逼的眼神，男人竟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。 I've got money. I don't want your money. 只见老雷忽然走到白人身后，一把扯下对方脑袋上那闪亮的假发，随后猛地把其面部按入蓄满水的池子里，直到对方被呛得满脸通红，丧失反抗后，老雷才缓缓将其从水中提出。他淡定地擦了擦自己的脸，接着弯下身来，告诉对方 I don't want to hurt you, so just tell me what I want to know, and I'll get out of your hair. I really would like to help you. You got the wrong guy, mate. 眼看白人还在死不承认，老雷干脆直接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，给对方来了场免费的全身电击。The Oakland Railway Tunnel.
有些人非得遭够了罪才肯说出事情真相。如今真相水落石出，老雷便趁着深夜之时，拉着凶手一起来到了当初他掩埋女孩尸体的隧道。这里早在多年前便已荒废，老雷干脆直接剪断封锁的铁链，随后从凶手手中接过唯一的油灯，逼迫对方在这肮脏的隧道内寻找尸体。不到半小时，凶手便在塌陷的泥地中找到了一个手提包。见此情景，老雷毫不迟疑，立刻喊来了女孩的父亲过来辨认尸体。清晨的雨水滋润着被人类遗弃的森林，可落在这位父亲脸上却无比悲痛。他打开手提包，里面赫然残留着自己曾经送给女儿的吊坠，只是如今却成为了唯一能证明他来过这世上的遗物。在给了老雷最后一个眼神后，这位父亲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隧道，而老雷也心领神会，他浑身散发出坚定无比的杀意，朝着隧道内的凶手一步步走近。在完成了这次任务后，老雷回到了自己工作的酒吧里交差。本想着先过几天平静的日子，却没料到从不如人意的老板居然又给他找了个活。眼前这名自称成功人士的客户告诉老雷，自己婚内出轨，被情人威胁索要200万美元，如果下周不给钱，他就会把这事公开。客户希望老雷能在此之前干掉对方，报酬自然一分也不会少，毕竟这是自己分内的工作。当天下午，老雷便找到了那位敲诈的小情人，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竟是个已经怀孕至少3个月的孕妇。What's going on with you and Simon? What? Well, they said you're trying to blackmail him. What? Look, I asked him for $1,000 a month till she turns 18. 听到这话后，老雷这才明白，原来客户的片面之词只是掩饰而已。身为单亲父亲的他，根本无法容忍这种人渣。当晚，他便悄悄来到了客户的家里。Nice house, man. Jesus Christ. Oh, it scared the shit out of me. 老雷站起身来，告诉客户，他把价格谈到了25万，只需要乖乖交钱，对方就会删除所有证据。然而没想到，客户却说 Why would I want to do that? Because I know she's pregnant. Okay. Let me stop you there, mate. Okay. Pay the money. 48 hours, okay. What happens if I don't? You really want to find it? 看见老雷脸上那诡异的笑容，原本嚣张无比的客户还是怂了，相信他一定会乖乖把钱交出去。完成了这笔订单后，老雷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一阵了。他来到早餐店买了份炸烧麦，却没料到竟偶然遇见了自己将要刺杀的任务目标。 Right? How are you, man? I don't believe it. Right, seriously. 虽然两人曾经有过交情，但毕竟老雷拿钱办事的招牌不能砸。在假装久别重逢般的互换了联系方式后，他便以自己上班快迟到为由，匆匆离开了此地。然而没想到第二天，维尼却忽然打电话告诉老雷，自己周末要去趟乡下的农场中休闲，他希望回城时能和老雷喝顿酒叙叙旧。如此天赐良机，老雷自然不会放过。只是聪明的他，并没有把动手时间定在聚会那天，而是在维尼去农场的前一晚，悄悄拉着自己的好兄弟加斯一起，来到了维尼在乡下农场的外围蹲守。他穿上自己精心制作的吉利服，端起狙击枪，死死瞄准刚到此地的维尼。原本老雷打算直接一枪结果他，可没料到此时瞄准镜中竟赫然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居然是曾经被自己饶过一命的绑匪老大戴夫。只是犹豫了片刻，老雷便错过了一次绝佳的下手机会。无奈他只好原地休整。等到第二天清晨，维尼带着他的猎犬出来散步时，再次端起狙击枪开始屏息瞄准。然而没想到对方竟没有丝毫停留，径直走向了农场外围的森林中。由于狙击枪无法再进行瞄准，老雷便直接站起身来，跟在对方身后，准备趁其不备在暗处下手将其击毙。可没想到就在此时，老雷却忽然发现前方的树干上居然绑着一些奇怪的装置。直到这时，老雷才意识到，这都是保镖提前布置在此的一些监控设备。虽然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但老雷还是果断开枪，企图直接干掉维尼。然而没料到，对方却派出了自己的猎犬前来攻击。无奈的他只好落荒而逃。虽然成功阻止了追击自己的猎犬，但戴夫也早已循声来到了森林当中，与正在逃跑的老雷展开了一场追逐。幸好关键时刻好兄弟加斯及时开车赶到，否则事情败露不说，老雷的性命都可能交代在此。只见两人一路油门踩到底，到事先准备好的中转点，随后毫不犹豫地下车，换上一辆崭新的车，带着那颗还在狂跳的心逃离了此地。原本老雷以为经过此事后，维尼会加强防备，闭门不出，却没想到才刚回到城里没2天，出门购物的两人居然又一次碰面了，并且更加诡异的是，看到这一幕的保镖居然悄悄离开了街道。Hey? How are you? Hey, good. What the fuck?
维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遭到老雷的背刺，即便他在车里拼命呼喊救援，但老雷和加斯却没有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开着面包车加速离开了此地。看着眼前受雇来杀自己的老雷，维尼知道以他的职业素养肯定不会接受收买，于是维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想弄清楚究竟是谁要置自己于死地。 EVP? Alex? Jesus, fuck. 令他震惊的是，幕后黑手竟然是那个一直被他深深信赖的副手。别无选择的维尼点上了人生最后一支香烟，接着便随老雷驱车前往了那片人迹罕至的海边。当维尼为自己选定了生命的终结之地后，老雷毫无迟疑地扣下了扳机。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谋生，但日复一日的面对如此无止境的血腥杀戮，最终只会让自己也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当老雷返回酒吧交付完这单生意后，老板突如其来的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。那个曾由老雷引荐并担保进来工作的德克，竟然擅自闯进了老板的私人金库行窃，甚至还把老板狠狠揍了一顿。虽然知道老雷绝不可能对自己的朋友下杀手，但愤怒的老板依旧决定派其他人去杀掉他。别无他法，老雷只能亲自接下这个任务。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德克所住的公寓楼，他把德克带到了那片荒凉偏僻的海边峭壁，在把所有真相和盘托出之后，老雷便告诉德克自己决定网开一面，让他最好立刻逃离这座城市。 You gotta go. Oh, what? You gonna shave me? Do it. 老雷心中充满无奈，他明白这是能够保住德克性命的唯一办法。然而，对于在这里扎根了大半辈子、有妻儿老小的人来说，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下定决心离开呢？此时此刻，对他而言，唯一能够做的就只剩下自我救赎了。 Sorry about all that shit with Freddy. Forget it. I gotta go. Sorry.